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信仰真相探寻栏目，我是伊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人类是不是进化而来的？进化论到底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事实？了解我们栏目的朋友已经知道，在前几期的节目我们已经用事实证明了造物主的全能全知以及创造的属性。而在今天呢，我们既已了解造物主是万物创造者，是至人至此的主宰，那么我们应对所熟知的进化论抱以何种态度呢？其实是否相信造物主的创造与其并不矛盾。或许造物主先创造低级生物，然后由生物自己进化演变成万千物种，还是相反的答案呢？首先，我们应了解进化论是否是经过科学家的实证而得出的确凿无误的事实。因为一神论代表伊斯兰不反对用科学实证去探索世界的奥秘，但进化论是这样吗？它具备科学事实所应有的证据吗？达尔文曾经宣称，物种并非永久不变，新的物种不断的产生，但它们是由一种自然的方式进化而来，甚至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有极少数甚至是一种微生物祖先进化而来。这种进化依循的是一条规律，就是适者生存。也就是说，最初的一个单细胞生物1万年之间可以演变成花鸟鱼虫以及人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如长颈鹿的形成，据解释呢，是由原来的短颈鹿进化而来，它们所吃的树木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高，而脖子较短的鹿呢，就因为无法能够吃到高处的树叶，就死去了。于是下一代就剩下脖子较长的鹿以及他们的孩子，树木继续升高，那么脖子不够长的鹿依然就会被淘汰，最终呢导致短颈鹿灭绝，长颈鹿的产生。进化论相信，其实物种也是如此，随着水源的减少，能够适应环境的鱼类最终形成两栖类或爬行类或鸟类。随着环境的改变呢，灵长类动物最终解放了上肢，直立行走，后来形成了人类。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达尔文曾引用了人工选种这个例子，人工可以培育毛更长的羊，生蛋更多的鸡，然而这都是在一个物种之内的改变。同长颈鹿的例子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最高明的育种家也不能培育出任何一个新种。所有的狗类都属于一个物种，各种狗相互的杂交，虽然体型各异，但绝不可能变成猫类。然而这样同一物种内的变化也是人工所致，这与达尔文所主张的就差之千里。因为他认为万物都可以因环境而自然选择。比如长颈鹿的产生是因为它具有超乎同类的优点，然而这个优点会不会也是它所致命的缺点呢？或许在躲避猛兽的袭击时，正在进化中的
长得不太灵活的长颈鹿，在茂密的森林中，那是不是反而还不如短颈鹿适合生存呢？那么这样，真正的适应者应该是短颈鹿啊，该灭绝的应该是长颈鹿啊。再打个比方，雄性的孔雀，它会开屏哈，有美丽的羽毛，雌性呢就喜爱它。然而长着长长的尾巴，也是逃避天敌的坠垒啊。而雌性孔雀何以具有如此古怪的性趣味啊？喜欢那些具有杀身之祸的异性，或许它更应该喜欢具有尖锐爪子的强壮的雄鹰才是呢。仅仅因为雌性的喜欢，机械的毫无情感的自然选择，就可以使雄鸟身上的美丽羽毛逐渐增多，形成了五彩的大屏，这也是很荒唐的。登顿曾经用鸟类的羽毛来源问题质问进化论，他详细描述了飞翔的羽毛构造的精巧，比如毛与毛之间有连锁的小沟，这与保暖的羽毛完全不同。按照进化论，羽毛是由爬行动物的鳞片而进化而来的。可是谁能想到鳞片与羽毛之间的中间形又是怎么样呢？鸟类的肺在结构上与任何假想的祖先都极不相同。登顿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呼吸系统怎样逐渐从脊椎动物的常态进化而来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任何一个时刻，呼吸功能必须维持。只要稍有差错，几分钟内必定死亡。就如羽毛没有了小钩和小倒刺，并且同步进化到完全吻合之前，鸟不可能飞。同样，鸟肺也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也正如《古兰经》中描述，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他们上面展翅和敛翼的众鸟吗？只有至人主维持它们，它却是明察万物的。昆虫、鸟类及蝙蝠身上都长有翅膀，然而却截然不同。这是简单的进化吗？进化论者称，起初可能是动物角齿之间出现了一小块薄皮，来帮助动物跳得更远，或者跌倒时不会受伤。而后来呢，就形成了翅膀的雏形，就可以滑翔了。在经过很多进度的积累之后呢，就可以飞翔了。但问题是，在前翅向翅膀进化的过程中，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它对爬树或掌握物件不利怎么办？客观事实证明，这故事只是进化论者的猜想而已。鸟类或蝙蝠的翅膀在化石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发展完全的翅膀，从来没有实验证明，也没有化石证明说眼睛和翅膀可以逐渐进化而来。达尔文说，在现存的生物中及已经灭绝的生物种之间，必须有极大数目的过渡环节和中间型。可惜事实恰恰是相反的，现存动物各大物种都是分立稳定的，各地的化石显现
也没有任何的中间型动物存在。达尔文只能坦白地说，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而斯蒂芬·斯坦利根据美国怀俄明州通过对埋藏了500万年的化石记录，发现许多被进化论当成祖先的物种，竟然与其后代同时存在着，而且物种在化石记录中消失之前，平均100万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过任何的变化。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假设我们用已有的物种演变的办法生成一只蝙蝠或鲸鱼，每一个长期种的平均寿命都是100万年，而事实上我们只能在1000万年之内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们用最紧凑的方法，也只能将10到15个长期种连接在一起，串联出连续的系列，就是将一个低等的哺乳动物祖先演化成为蝙蝠或者鲸鱼。这简直是荒唐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连串10到15个这些种，或者可以使一个小鼠一样的动物改变成稍有不同的动物，它或者可以算出新属的动物，但绝不可能成为一只蝙蝠或鲸。化石记录中，大约6亿年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进化论者所提到的祖先的痕迹，同时也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比如在1995年，中央电视台报道，在云南的澄江县发现云南虫化石，属脊索动物门。这种动物与其他许多复杂物种同时在5亿3千万年之前的地层中一次性的以爆发的态势出现，完全没有进化的痕迹。而且从此以后再没有新的动物们出现。传统的进化论长期以来被当作真理，然而在事实面前，它也只是像童话一样可笑。好，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如果您对进化论有相同的或不同的见解，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让我们大家共同讨论。我们下期再见。